就好。如果我是你唯一的烦恼，我想问怎样才好？如何做到？别勉强把爱情丢掉。如果这都看不出来我爱你，我还要不要再继续？心里早就被你一个人占据，想要说服自己并不容易。如果这都看不出来我爱你，我还要不要再继续？说好的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。如果这都看不出来我爱你，我还要不要再继续？原来是说说而已。甜甜，小平，我看屋外没人，我就跑过来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会长为什么让你来啊？哦，任会长让我过来监听一个电台，给一个国外的商人发报。监听电台？可是甜甜，你跟会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洗衣服？小平，会长，车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记得我刚刚和你说的事吗？会长，我记得。那甜甜，我先走了。会长，你要找人监听电台，为什么不找我呢？你要帮我监听电台？你觉得你还有这个资格？怎么了？还不想写吗？我什么都不会写的，我不会再做出伤害甜甜的事。阮斌呐，你以为这样是对阮清甜好吗？你太天真了。好，既然还是不想写，那你就别怪我没给你机会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很快就会知道。宝贝儿啊，再小心一点儿。你看看，都是大人了，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奶奶，你别担心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我就是想你了，想来跟你说说话。跟我说话呀？好，你说吧。奶奶，我觉得会长好像不像之前那么喜欢我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有吗？哎呦，我说啊，宝贝，你是想多了。我觉得浩明是因为忙，你看啊，他在外面要考虑商会的事，家里这边呢，他也要操心，还得操心别让大小姐欺负你。所以呀，他分给你的时间就少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奶奶的意思是你要体谅他，理解他，过不了多久就好了。
真的过段时间就会好了吗？那当然了，奶奶的话还不信啊？叫奶奶看啊，这浩明眼里的、心里的，全都是你，他可在意你了。要真像奶奶说的那样，那就好了。那当然喽。床单都洗完了吗？洗完了。几条床单竟然洗了这么久，工厂里的工人要是都像你这样的话，肯定被老板炒鱿鱼了。也就是我，心地善良，你要学会感恩，知道吗？对了，把这枕头也洗了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连枕头都拿不住。去给我拿杯冰水，我渴了。会长，你的胃不太好，不要喝那么多冰水。叫你拿你就去拿，怎么废话这么多呢？你能不能学学小平啊？又乖巧又听话。如果你那么喜欢他的话，你叫他去给你拿冰水啊。反正我就是不去。没事的话，我就先睡了。阮青田，我还在看书呢，你怎么把灯给关了？阮青田，对不起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你别离开我。哎，小平，早啊，甜甜。这是你的早点吗？在人公馆吃就好，干嘛自己带啊？啊，这是会长让我给他带的。他昨天说想吃生煎包。您看起来怎么这么憔悴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一大早起来就不舒服。是不是昨天吹了风着凉了？我做了粥，您快把粥喝了吧。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吃。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这怀孕期间要格外小心呢。你现在身上还有多少钱啊？就算借钱，也不能耽误您去看病啊。那好吧，待会儿我去医院看看。你跟秋芬看看家里还有什么可当的，再去弄点钱回来。好。王副官，你说，楚安安她一个怀着孕的弱女子，既然没有离开上海，她还能躲到哪儿去啊？按照您的吩咐，码头、火车站都有咱的人把守，上海滩的各大酒店也全都搜查过了，就是找不到楚小姐呀，就差挨家挨户的搜查了。挨家挨户，挨家挨户。对了，王副官，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找过呀？走。
大夫说的那些补品都需要大洋，现在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，哪有钱买这些补品啊？孩子，妈妈对不起你，让你跟着我受苦了，但是你一定要跟着我努力啊！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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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，开门！开门！宋公子，说，安安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趁我好好跟你说的时候，最好说实话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子弹可不长眼。我真的不知道啊！你没骗我。秋芬不敢骗宋公子，家里真的只有我和小雅两个人。给我搜！是。啊！阿成，你到底让我怎么办？会长，你在照相啊？会长，会长，会长，楚小姐来了。安安，秋芬，你可能不太了解我。我宋城一向是爱憎分明的，别人要是对我好，我会加倍的还回去；但别人要是对我不好，我也会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安安，快坐。真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们。出什么事了吗？安安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我到我房间去说吧。你跟我过来。会长，会长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安安还在外面，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啊？小小就是因为认识安安，才认识你爹的。现在安安来找你，会不会又和你说你爹的事情？安安他都说了，他不知道小小的事情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小小也是轻信了你爹才被骗的，你现在要我完全相信你的话，不可能。会长，你也太偏激了吧？你这样不累吗？从小小死后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累了。那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？刚认识你的日子，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虽然现在我也依旧爱着你，可是却已经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了。反正就一句话，你们在客厅谈，可以，但是你们不能背着我谈，你我之间不能够再有秘密。会长，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在恳求你，我是为了安安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这次是安安自己回上海的，她跟宋城吵架了。这几天我又为青青姐跟我爹的事情，我根本没有时间理会她。她一向骄傲，她这么晚过来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。你们男人可能不了解我们女人，我们是需要一些空间，聊一些自己的心事的。我给你5分钟。真的？谢谢会长。
会长已经答应让我们聊天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那我们走吧。走。说，你们小姐到底去哪儿了？宋公子，求你了，别逼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小姐出门办事，怎么会告诉我呢？姑爷，还知道我是你姑爷呢。我告诉你，小雅，刚才秋芬都已经告诉我了，你还是不说吗？外面那么多的兵，我相信你也看到了。该怎么做才是对的？你自个儿掂量掂量。还不说？你真的觉得这么做是对安安好吗？她现在肚子里怀的我的孩子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说怎么办？啊？我们小姐说了，她去医院做个检查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做检查？哪个医院？这我真的不知道，她没说。我知道了。你们住在这里，是不是阮清田安排的？秋芬是这么告诉我的。走，去人公馆。少爷，调兵的事儿也许是大帅不知道，要不然肯定会。撤吧撤吧，都无所谓。我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我现在只想尽快找到安安，确定她的安危。他们一个是我深爱的妻子，一个是我牵挂的儿子，看不见他们，我心里简直要乱死了。甜甜，我现在只能依靠你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别哭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难道宋城真的做了什么？宋城，他有老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也是去苏州才知道的。他跟我说是去给大帅办事，其实是给他那个老丈人出售去了。这太让人吃惊了吧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？一开始我也接受不了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他的那个老婆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家世也特别好，甚至他为了成全我跟宋城，愿意自己去出家当尼姑。啊，有这种事？宋城对我说，他跟那个女人没有感情了。但是甜甜，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去接受这个事实。一想到他骗了我，我就没有办法面对他。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，简直太可恶。没事，我都已经想开了。只是什么？我现在没有办法面对宋城，
他到处在找我，阮家我也回不去了，所以我想，我可不可以在仁公馆住一段时间，等他死心了我就搬走。你放心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可是任会长那边……没事儿，我会去找他说的，你放心。你就安心住吧。会长，会长，会长，宋公子来了，说是要见阮小姐。除了宋城以外，还有谁？还有王副官。天天，我……那让他们进来吧。你先别急，我去跟宋城说说。你先别急，会长，我想跟宋城出去说个话，可以吗？会长，对不起，我现在真的不能见宋城。去吧。没事的。阿春，你下去吧。是，会长。宋公子，阮小姐，你终于在家了。我今天白天来的时候，下人都说你出去了。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和安安闹了一点小矛盾，他一负气就离家出走了，我怎么也找不到他，我很担心呢。什么小矛盾？自己结过婚有老婆这种事，竟然都不告诉安安，真是坏透了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上海也没多大，安安怎么可能不见呢？哼，阮青田，戏演的不错呀。其实我刚刚从阮家过来，安安回上海你是知道的吧？除了你以外，也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让安安住进阮家了。我求你不要跟我装糊涂了，快把安安交给我好吗？依我看，糊涂的人是你吧？我没有藏安安，是安安说她想要躲着你，我才让她住进阮家的。因为我怕安安她在外面会有危险。她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能不能不要岔开话题啊？我跟安安的事情，你敢说你不知道吗？你快把安安交给我好吗？你再不把安安交出来，我进去搜了。我都说了我不知道了，你说1000遍10000遍，我的答案还是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那他还能去哪儿？他到底去哪里了？一个大活人，他难道凭空消失吗？啊！好了好了，你喊什么？这么气也没用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他是个成年人，他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安全的。我希望如此。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原本以为安安和宋城是男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没想到竟然会成这样，真是让人想不到。只要把这个焦距调好，就可以拍得清楚了。你再试试。好。安安，我来给你拍张照吧。啊，在这儿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你人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拍都好看。来。甜甜，怎么样？宋城走了吗？
他好像很担心你。任会长，安安他想要住在人公馆，想要躲一躲宋城。顾宇，会长，给楚小姐整理一间房间。是，楚小姐，请。甜甜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先休息吧，我这就回房间。对了，楚小姐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德国最新款的那款照相机叫什么名字？叫德国苏米塔，是一款很高端的相机。哈，对，过几天我准备弄一个回来。为什么我感觉安安好像在躲着我呢？还是我多心了呢？峰哥，你找我？阮斌怎么样了？那俩东西还真挺硬，什么话都不肯说，更别说给他女儿写信了。你把脚拿上，再去找他聊聊。要是他还硬着，就给他点厉害尝尝。那峰哥的意思是？知道了吗？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去吧。死皮赖脸的进了人公馆，下一步做什么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但是为了孩子，我丢脸又算什么呢？只要他能平安的生下来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至于阿成，我们是有缘无分了。阮先生，哎呀，阮先生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致陪我喝一杯？来，别怕，别怕，来，请，别害怕啊，来。哎，我们峰哥说呀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！不急，来，咱们俩喝一杯啊！哎，咱们俩一起喝一杯。阮先生，阮先生，你很长时间没喝酒了吧？只要你答应给你女儿写那封信，哎。这瓶酒就是你的，我们也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少来这套！就是杀了我也不会伤害甜甜。你还是断了这个念头吧。你以为你不给他写信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你可真是天真呐你！你刚刚不是说让我杀了你吗？你说对了，我就是要给你点教训，让你知道，我们青帮。可不是好惹的。
辛苦了，阮先生。如果觉得疼的话，记得舔舔地上的酒，会好一点。啊？会长，干嘛？我脸上是不是有东西啊？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农村来的朴素姑娘，但农村女孩却睡懒觉，要城里的大小姐做早餐，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。你说什么啊？楚小姐，啊，顾宇，我来吧。谢谢。甜甜，甜甜，你也起来了，早餐都已经做好了，你们快去吃吧。早餐？我在这里白吃白住的也不好吧？你们好心收留我，所以我做了早餐，快去吃啊！好，吃早餐喽！走，楚小姐，吃早餐。快走啊！楚小姐做的早餐真好吃，和法国的厨师做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会长喜欢就好，我也是之前吃的多一些，就慢慢学着做，就这样琢磨出了一些门道。楚小姐真有本事，不像某些人，牛排要吃8分熟的。会长，你说话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呢？我牛排什么时候吃8分熟的了？你之前做的那些东西就是对我负责吗？哎，你真的很过分！楚小姐，多吃点啊，真的很美味。你怎么不吃？我不饿。你不饿的话，那份可以拿给阿春吃，你不用吃了。你不是不饿吗？阮小姐，这有您的一封信。我的信？对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
不对，这个阮庆田肯定在说谎。安安在上海只有他一个好朋友，他怎么可能不去找他呢？王副官，王副官，在。你马上去军营，把所有士兵召集起来，老子今天就把人公馆给围了，我也要把安安带回来。少爷，调兵的事儿是不是先跟大帅商量一下再说呀？让你去你就去，那么多废话干嘛？不许去！爹，王副官，在。以后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调动我的一兵一卒。是。爹，安安肯定住在人公馆，她现在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呢，我必须把她接回来。你说什么？安安怀着你的孩子？是啊。好，太好了！傻小子，那就更不能动硬的了啊！去！爹的意思是，现在啊，安安正生你的气呢，一下啊转不过这个弯儿来。你说你现在强行去把他带回来的话，他不就更生你的气了吗？啊？你说他现在住在任浩明家，我想他不会受什么委屈，所以啊，你现在可以先放心了。我的意思是啊，咱们先等一等，等到楚安安回心转意想通了，他自然会回来找你的。儿子啊，这带老婆就如同带兵啊！啊，哎，最主要的是一定要保护好我的孙子。你听明白了没有啊？你这傻小子！我知道了，爹。嘿。他这简直就是土匪行径嘛！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爹呢？爹，你一定要撑住，等着我去救你。你在干什么呢？你手里拿着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在看朋友给的明信片。给我看看。我，会长，会长，不好了，大小姐又犯病了。你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都不要过来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的孩子不要这样子！大小姐，不要！大小姐，怎么回事？大小姐，刚才谷雨看到大小姐睡着了，就出去了。等回来，大小姐就拿上刀子了。姐，我是浩明啊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浩明，我的孩子，还我孩子！浩明，姐，你先把刀放下，把刀放下。不要！还我孩子！快点，快点！姐，我的孩子是不是没了？我的孩子是不是没了？是不是没了？大小姐，我还要不要？大小姐，姐，不要这样子！你先把刀放下，姐。青青姐，青青姐，孩子有，孩子有，孩子在这儿呢。孩子，浩明，顾宇，照顾大小姐，一步都不许离开。是，会长。
阿夏，你们看好大小姐。好。楚小姐，真的谢谢你帮忙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会出大事。也没有，我是刚好看到那个桌子上有杯热咖啡。啊，对了，我已经吩咐下人去把那些刀子之类的东西收起来了，不然真的太危险了。楚小姐真的很细心。青青姐她现在脑子里面想的全是孩子的事情，我觉得多跟她聊一聊有关孩子的话题，她就会开心许多。最近有空的话，我会多去陪她聊天的。楚小姐说的对，那就麻烦楚小姐了。走。是。甜甜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去看一下青青姐。哦，好。任会长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呢？林峰呢？去把林峰给我叫出来。我们峰哥正忙着呢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。你没资格跟我说话。去把林峰给我叫出来。稍等。在游走，情绪拉扯着，莫名的在失控。想牵你的手，却被回忆打了空。脑袋里空空，心被撕裂着。泪湿了眼眶，却笑着无所谓。明明忘不掉你，却假装不在意你。想你的习惯战胜了逞强，才发现自己在骗自己。好好抱着你，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心里。别离开我，让我再说爱你。其实你一直都在我心里。在我心里。